僵尸便利店7。日本乡下，贞子坐在榻榻米上，手里拿着一封解约通知书。他的经纪公司要跟他解约，因为他擅自退出演艺圈，但是解约费要500万日元。贞子看着计算机上的数字，脸都白了。他之前辛苦赚回来的钱，全部都要赔出去。贞子打开储蓄罐，里面只有几枚硬币，他数了数，不够，完全不够。他之前辛苦赚回来的钱，全部都要赔出去。现在他身无分文，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。贞子拿出手机，打开语音同步功能，他看着和阿跳的对话记录，最后一条讯息是阿跳发的。贞子破涕为笑，那个笨蛋僵尸连打字都不会，但是他是真诚的。贞子想了想，然后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要回香港找阿跳。贞子回到香港，他坐船来的，因为他怕坐飞机。在旺角后巷，贞子从下水道爬出来，表情疲惫，但充满期待。但是贞子没有立刻去找阿跳，她觉得自己太狼狈了，身无分文，满身污糟。她决定先在下水道住几天，等自己好一点再去找阿跳。贞子在下水道里用旧报纸当床，吃便利店丢弃的过期食物。虽然她其实不用吃，她的长发沾满灰尘，白色连衣裙变成灰色，但她还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。几天后的晚上，九叔去后巷丢垃圾，突然他看到下水道里有一个白色身影在爬行。九叔以为是老鼠，走近一看，却发现是一个女孩，满身污糟，长发凌乱，白色连衣裙变成灰色，是贞子。贞子看到九叔，吓了一跳，想躲回下水道，但九叔叫住了他。等等。九叔蹲下来，看着满身污糟的贞子。你为什么会在下水道？贞子小声解释解约的事，说她身无分文，没地方去。说着说着，眼泪又掉下来。九叔的表情从惊讶变成同情，他想起阿跳跟他说过贞子的故事，这个害羞的女孩为了做回自己，放弃了一切。九叔扶起贞子，跟我来。他带贞子回到便利店，阿跳不在，他在后面补货，用他的头顶法。九叔带贞子去员工休息室，打开浴室门。你先洗个澡吧。贞子害羞的站在门口，不敢进去。九叔无奈的笑，放心，阿跳不会进来的，他正在跟薯片家搏斗。贞子洗完澡，穿着前进的白色连衣裙，九叔帮她洗的，长发梳顺，虽然还是满脸羞红，但看起来清新可爱。她坐在休息室里，九叔递给她一杯热茶。贞子小声说：谢谢你，九叔。九叔摆摆手：不用谢，阿跳是我的朋友，你是阿跳的朋友，所以你也算是我的朋友吧。贞子跟九叔诉苦，说她解约后钱都没了，没地方去，也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我想做回普通的日本女孩，但是我连生活都成问题。九叔认真的听着，表情思考。他喝了一口鸳鸯，今天是他的第13杯。然后他问：你会做什么？九叔想了想，然后说：我可以请你当店员。贞子惊讶的抬头：我可以做什么？九叔看着他爬行的姿势，露出一个神秘的笑容。你不是很喜欢爬行吗？那你就做一个会爬行的购物篮吧。贞子呆了。什么？九叔解释他的计划。你在地上爬行时，背上装一个购物篮，这样你就变成一部 AI 智慧型购物篮车，客人可以跟着你购物，你爬去哪里，客人就去哪里。而且九叔补充，你不用面对镜头，不用跟人对视，只需要低着头爬行就好。贞子听着，表情从困惑变成有点兴趣。阿跳补完货回到便利店，他看到贞子坐在休息室，开心的跳起来，又撞到头。碰，贞子，你来了！阿跳兴奋地说。九叔拿来一个购物篮，试着放在贞子背上，贞子爬行，购物篮稳稳地跟住。阿跳在旁边拍手叫好，哇，真的好厉害！但贞子爬太快，购物篮掉下来，里面的货品洒了一地。九叔无奈地摇头，你爬慢一点。贞子脸红，对不起。贞子开始练习爬行速度，九叔在旁边计时。阿跳用伸直的手拿着手机录影，但手太抖，画面晃动。贞子慢慢找到合适的速度，不快不慢，购物篮稳稳地跟住。九叔点点头，很好，就这样。贞子脸红红的，但有点开心，她终于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。第二天，便利店开门，贞子背上装着购物篮，在店里爬行。第一个客人进来是一个师奶，她看到爬行的购物篮，
惊讶的瞪大眼睛。哦，这是什么 AI 智慧型购物篮？九叔在收银台后面说。是啊。师奶好奇的跟住贞子，贞子爬去零食架，师奶就拿零食，贞子爬去饮料架，师奶就拿饮料。客人们对 AI 智慧型购物篮车反应热烈，有人拍照，有人拍片。花，旺角便利店有会爬行的购物篮，好可爱呀！贞子低着头爬行，不用面对镜头，她的表情虽然害羞，但很安心，她终于可以做自己，不用害怕别人的眼光。购物篮里的货品越来越多，贞子爬得有点累，但她还在坚持。阿跳看到贞子累了，用伸直的手帮她拿购物篮，但手太直，拿不稳，购物篮又掉下来。阿跳和贞子一起执货品，两个笨手笨脚的样子，让九叔无奈的笑。他摇摇头，你们两个真是绝配。阿跳和贞子脸都红了。晚上，九叔问贞子，你睡哪里？贞子小声说，我可以睡在下水道。九叔摇头，不行，下水道太脏了。他想了想，然后指着休息室的电视机，你可以睡在电视机里。贞子惊讶地看着电视机。电视机？九叔，是啊，你是怨灵嘛，应该可以进出电视机吧，就像你的电影那样。贞子尝试进入电视机，她把手伸进荧幕，然后整个人爬进去。电视机荧幕闪烁了一下，里面出现一个小小的日式房间，有榻榻米、枕头，还有3只小猫的玩偶，是九叔帮她准备的。贞子从电视机里探出头，脸红红地说，谢谢你，九叔。九叔摆摆手，不用谢，好好休息吧。阿跳站在电视机前面，跟贞子道晚安。贞子从电视机里递出一张纸条，写着晚安，阿跳。阿跳开心的想收下，但因为手太直，纸条掉在地上。阿跳趴下来，用脸粘起纸条，像他之前粘薯片碎那样。贞子在电视机里看到，忍不住笑了。九叔看着阿跳和贞子，一个是僵尸，一个是怨灵，都在他的便利店工作。他喝了一口鸳鸯，感慨地说，我开的不是便利店。阿跳听到，认真地说，九叔，你是好人。九叔脸红，我不是好人，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们无家可归。第二天早上，贞子从电视机里爬出来，长发整齐，白色连衣裙前进，她背上装好购物篮，准备开工。阿跳已经在收银台旁边等她，脸红补补，充满期待。贞子看到阿跳，害羞的笑了笑，然后她开始爬行，购物篮稳稳的跟住。新的一天开始了。昨天的师奶又来了，她熟练的跟住贞子购物，一边拿货品一边跟贞子聊天。后生女，你爬得好快哦，今天有卯新货呀。贞子低着头爬行，偶尔点头回应。她的表情虽然害羞，但很开心，她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。几天后，贞子越来越习惯这份工作，她爬行的速度更稳，购物篮里的货品整理得井井有条，客人们都喜欢跟住她购物。我要跟住那个 AI 购物篮。好可爱啊！贞子的表情不再那么害怕，而是充满自信。她终于明白，做自己才是最快乐的事。阿跳看着贞子工作，脸上充满骄傲。他用手机给贞子发讯息，还是用语音输入，但因为太兴奋，又发出一堆乱码。贞子收到后笑了，她从电视机里递出一张纸条，谢谢你，阿跳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可能永远都不敢做回自己。阿跳看完，开心的跳起来，又撞到头。九叔站在收银台后面，看着阿跳和贞子，一个在补货，用他的头顶法，一个在当购物篮，用他的爬行法。两个格格不入的灵魂，在他的便利店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。九叔喝了一口鸳鸯，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。他想起师傅临终前的话，九仔，你这辈子注定和僵尸有缘。师傅没说的是，还有怨灵。晚上关店后，阿跳和贞子坐在休息室，阿跳用伸直的手拿着手机，贞子从电视机里探出头，两个用语音同步功能聊天。虽然就在对面，阿跳发，你今天好厉害。贞子回，谢谢你。阿跳发，贞子笑了，她明白阿跳的意思。贞子真诚地说，阿跳、九叔，谢谢你们，你们给了我一个家，让我可以做回自己。阿跳脸红，补补更红了。九叔假装不在意，不用谢我只是不想浪费人力资源，但他的脸也有点红。阿跳开心地说，九叔你也面红。九叔，我是热，你收声。阿跳、
贞子和九叔，一个僵尸，一个怨灵，一个道士，3个格格不入的人，却成为了家人。他们都在这个城市里寻找着自己的位置，最后在这间小小的便利店里找到了彼此。窗外，旺角街头灯火通明，便利店里温暖的灯光照亮后巷。贞子爬回电视机里睡觉，电视机荧幕闪烁了一下，里面是温馨的日式房间。阿跳站在电视机前面道晚安，九叔在收银台后面喝最后一杯鸳鸯，今天的第14杯。他看着电视机，又看看阿跳，摇摇头，笑了。有时候，最不可能的相遇会带来最温暖的家。一只清朝僵尸，一个日本怨灵，一个道士店长，在香港旺角的一间小小便利店里找到了彼此。他们都不属于这个时代，但他们学会了接受自己，也接受了彼此，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快乐的事。第7回完。